大家别跟得太紧。我车上有炸弹。有炸弹？大家别跟得太近啊！怕了。我不怕。怎么死，死在哪里对我都不重要。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死在警局里。一场72小时的追捕，尘埃落定，胜负却从来都不是这场游戏真正的答案。一个仅剩4周寿命的男人精心布下一盘死局，他本可以悄无声息完成复仇，却主动寻找一名警察进行博弈。他执意寻找对手的真正目的是什么？我们从头看清杜琪峰这场暗战。很多人误解片名的暗战是警察与匪徒的暗中较量，杜琪峰真正想表达的是所有人一生都在和时间暗战，华仔和死亡博弈，和尚生和僵化的体制博弈，每个人都在有限人生里追逐执念，这也是电影内核最高落点。身患绝症的华仔，生命仅剩4周，死亡近在眼前，恐惧早已消散，心底只剩下一桩多年未了的仇怨。还有多久？4个礼拜。如果你内出血，就随时会死。你给我4个礼拜的止疼药。我想我们不会再见了，这辈子而已。昔日背叛父亲的叛徒，靠着不义之财风光多年。他仅剩的目标就是完成复仇。他没有选择简单粗暴的厮杀，而是主动挑选警队里最懂博弈的和尚生。他需要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，见证自己最后的棋局。这场追捕对他而言不是逃亡，而是人生最后的演出。很多人跳过暗战开头这场银行劫案，只把它当成普通热身戏份，却不知道这段戏是全片人物定调、双雄博弈铺垫、和尚生封神能力的核心缩影。杜琪峰用一场3分钟谈判，直接告诉观众为什么全港警察里只有和尚生，配得上和华仔博弈72小时。和尚生是警队公认的顶级谈判专家，他的专业能力从一段简短的劫匪通话录音里就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我不会再谈，半小时。你别想拖延时间，我不会再谈，半小时，现在开始倒数。和尚生捕捉到了所有人都忽略的细节，劫匪通话中细微断续的喘息声，他瞬间断定这名劫匪极度冷静、极度专业，绝非普通街头悍匪。这是和尚生最恐怖的能力，他能在短时间内精准区分每个罪犯的欲望、恐惧、底线和软肋，针对性制定瓦解策略，从不做无效博弈。我是和尚生督察，直升飞机不能停在外面，因为外面有太多的霓虹灯招牌。我建议给你们1辆车，不过首先我要知道人质是不是安全。快点出去！5分钟之内见不到直升飞机，我就杀一个人质。我是来帮你们的，我的责任是和平解决这件事。还有，我身上没有武器。劫匪直接开枪，用一记精准的警告枪击，逼迫和尚生后退撤离。也正是这一枪，彻底暴露了2名劫匪的核心矛盾。放掉了一个阿强！你怎么搞的？不要叫名字嘛！要不是你弟弟开走了车，早就没事了。你还说？2名劫匪的对话内容被和尚生精准捕捉，他瞬间看穿2人的本质差异。开枪的劫匪杀伐果断，心思缜密，目标明确，只为求财，无惧威慑；而这名辩解的从犯，恐惧杀人，畏惧重刑，渴望自由，内心懦弱，有极强的求生软肋，是完美的突破口。你让我把受伤的人质带走，他正在流血，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。我保证安排车送你们去直升机上，这里谁也不许走。如果他们有谁死了，那就不是抢劫，而是谋杀了，要严重的多。警方在这种情况下不会妥协的。他杀了人吗？为什么不放了他们2个呢？不行，不是你开的枪，因为你也不像会开枪的那种人。你可以做污点证人，就算法官判你5年，我保证你2年就能出来。别那么傻被利用了。只要他再开一枪，飞虎队马上就会冲进来，不管你们有多少人质，他们都不会饶了你。和尚生全程没有强攻，没有对峙，只用2招精准拿捏。先用谋杀重刑放大从犯的恐惧，断其后路；再用污点证人减刑出狱，放大从犯的贪欲，给其生路。一恐一诱，精准击穿人性最薄弱的一环，不费一兵一卒，直接挑动罪犯内讧，从内部瓦解敌方防线。这也是顶级谈判的核心。真正的博弈从不是武力压制，而是利用人性弱点，不战而屈人之兵。谈判全程，和尚生始终保持松弛且强势的心态，进退有度，张弛可控。表面上他主动妥协，答应劫匪诉求，看似警方处于被动，实际上他每一次让步都是陷阱，每一次沟通都是试探。他主动提供车辆，承诺护送，
是为了降低劫匪警惕。他严肃警告命案后果，界定法律边界，是为了锁死对方退路。他始终掌控着谈判的节奏、话题和走向，让敌人跟着自己的节奏走，看似被动，实则全程控局。何尚生为了接下来的对话不被黄启发听到，导致打乱自己的计划，他直接关掉了对讲机。谁人来啊？强！又叫名字！阿强，你要杀人质就杀我！你这样会害死我们的！听他的屁话，你害怕？阿强，劫持人质从来就没有好下场。混蛋！阿强，你太自私了，要兄弟陪你一起死。你他妈还说再说完全搞了分钟。就在2名劫匪内讧、防线彻底崩塌的混乱瞬间，人群中一名看似无辜的人质突然起身，抬手连开数枪，瞬间击毙2名劫匪，快速终结了整场劫案。局势平定，人质四散逃生后，这名开枪者亮出身份，自称放假执勤的便衣警察，恰好被卷入劫持现场，被迫自保反击。所有人都信以为真，唯独何尚生心生疑窦。你伤风了。他敏锐听到这名便衣警察急促的喘息声，和最开始那段劫匪通话录音里的喘息声完全一致。为了验证猜想，何尚生刻意靠近倒地的劫匪尸体，假装俯身倾听，确认线索，制造出劫匪死前留下关键证词的假象，彻底击溃伪装警员的心理防线。明华，别去，告诉你，明华，大声点，大声点。打电话的是你，连杀人灭口，可惜你太笨了。他死了，死了怎么说话？你用你的枪杀我，一会儿很难解释的，跑不了的。走吧。这名看似正义反击的便衣警察，才是全程布局、幕后操盘的真正主犯，身份彻底暴露，无路可逃的主犯最终彻底崩溃，当场开枪自杀。这场戏更深层的隐性心态，是为后续双雄对决埋伏笔。他能轻松看穿所有普通罪犯的心思，轻松破解所有常规案件。这种降维打击的孤独感，让他极度渴望一个思维对等、布局顶级、旗鼓相当的对手。他最可怕的从不是破案能力，而是看透人性、拿捏软肋、利用人心的顶级思维。也正因如此，他才能接住华仔布下的层层棋局，成为这场72小时暗战里唯一配得上执棋对弈的知己对手。